40岁以后从游戏大厂辞职，做了这个空间。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，周末一家人又相聚在这里。这里靠近佘山，离市中心蛮远的。本来是3室一厅，但是平时小孩住校，老公住市区，因为上班比较近，就全部打通，做了一个升级的空间。有8扇门，手工空间，还有展厅空间，小朋友的房间、游戏房都可以在这个8扇门里面去完成。我觉得它像我的一个快乐盒子，关起门的时候里面可以放音乐呀，做手工，尽量的让自己放松。家人来了以后再把它打开，一起打个戏、画画呀、跳舞，安排很多有意思的活动吧，高质量的去陪伴。我儿子他也喜欢把小朋友叫到家里来玩，我把门一关就可以了，怎么吵怎么闹，反正就在这个盒子里面呗。之前在公司里面其实已经做到了管理层，那个时候我认为40岁以后成功的女性应该事业家庭双丰收，自己很努力的想要达到那个状态。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生活质量很糟糕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连轴转的。小朋友长大，他跟我的沟通也比较少，他很多心理方面的问题我都没有照顾到，然后我就决定要在40岁以后过另一种人生。后来跟老公商量了一个期限，用自己的积蓄去试着做了一下自己的手工工作室。我妈妈一直不是特别支持我，她觉得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，然后要比较稳定，40岁以后辞职你找不着工作。我儿子非常支持，我说妈妈现在要做的这个决定可能对我们家未来有影响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他说送你一本书叫《礼物》，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，活在当下，过去不属于自己，未来我们一起努力。第2星期我就辞职了。我跟儿子的关系挺像朋友的，我希望去尊重他的想法，因为我跟我妈妈其实在很多沟通上是有障碍的，彼此不理解，虽然是亲密关系，但是并没有让彼此舒适。我以前是一种鸡娃的妈妈，很小的时候，她说我每天6点半起床，晚上你加班我就被送到补习班，不停地写作业。妈妈，我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俩争论很大的时候，她会离家出走，然后她说你们就是想把我变成一样的人，但是妈妈你知道每个人是不一样的，她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不是吗？她改变了我很多。她一开始不相信我可以把这里弄得挺好的，前几天跟我说你还真的居然做到了，这是她对我最好的评价，用共同成长。现在其实也会有焦虑，但我觉得整个人更平静，也更有趣了。关闭在这个房子里，反而让我觉得世界变大了。每天都是自主性的学习，回归到一个自我的状态。